打脸，打脸再打脸。子说我前妻长期沉浸源自中国的宗教组织，造成他受到家庭暴力。子书啊，原配律师称原配虔诚基督徒。我的天哪，跟着洪秀全姓是不是？天王万岁，天父降临。这些人怎么可以那么北七啊？太平天国已经覆灭161年了啊！子书啊，彻底被嘴爆。子书啊，之前小头都管不好，怎么管大头？都打一打嘛。姑姑开始各种反噬，带总点承认自己错误很难吗？请问外遇被发现后才被家暴吗？干脆说你的小弟弟是中共同路龟头还比较。这是超大型翻车现场，够了没啊？子书华，我向判决书中被提及的张女士致歉，安娜达不好意思哦，给你牵扯进来了，这真的不是我愿意的。哇，就到这个份头上，还要继续跟小三张伟倩放闪，所以这两个到现在还在勾勾搭搭。臭不要脸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子都啊，第一时间炸了，他不投降，消失了老半天了。他说啊，早上带着孩子在医院做心理评估，赶回门诊手术一整天，终于有一点点时间回应铺天盖地的恶意及报道。什么样的恶意呢？今天一整天，我跟前妻的离婚官司，以及2021年2月到7月底的民事诉讼，昨天判决出来，今天就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对此，占用公共资源，我深感抱歉。不是啊，干嘛抱歉？抱歉就代表说你这个判决对社会有不良影响。那史书华刚开嘴就先自己插2刀是什么概念？我实在不太理解啊。还有，我向判决书中被提及的张女士致歉，哇，就到这个份头上了，还要继续跟他的小三张伟倩这两个还在脆上面公开放闪吗？他说什么意思？安娜达不好意思哦，给你牵扯进来了，这真的不是我愿意的。够了没啊，史书华？够恶心了，还要公开放闪呢！我的天哪！对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采信变造内容作为判决依据，我深感遗憾，并且支持张女士上诉。所以这两个到现在还在勾勾搭搭，他直接帮张伟倩这个小三宣告要上诉。然后大家别忘了，法官这边叫做事证已真明确，两造所提攻击方法证据对判决不产生影响，以此续名。人家法官都讲到这个份上了，你还要死争？判决书中很多并非我与张女士的真实对话哦，他还坚持，所以为什么这个答辩书写的这么烂？很可能就是史书华这个瞎包啊去提的意见，就跟他说通通都是假的。史书华，你以为你在跟小姑姑在玩啊？他们是认真在疯所以做到这里，青鸟的世界又再次合流了。他作为一个台大牙医系毕业的牙医，他可以随意的造谣，然后造谣到自己在法律诉讼判决当中，他跟他的小三都觉得，反正我只要说那是假的，就是假的耶。这才是我们台湾现在最悲哀的地方。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妖孽就是青鸟啊！太恐怖，太疯狂了。然后作为公众人物，我对社会亦有责任，对此事造成的影响深表歉意，必须说明。长期以来，我对家庭资讯保密是为了保护家人，避免他们的隐私曝光，是这样吗？不是方便你偷吃吗？如果不是这一次，大概有多少人知道史书华是结婚的吧？即使我遭到不正当的对待，我也从未攻击或讨论前妻。你劈腿跟偷吃仔，你现在就在攻击讨论了吧？因为我知道这对孩子是真正的伤害。你他妈你劈腿就真正的伤害了，是怎样？然后我不希望这些问题影响孩子的成长，因此留下阴影。我前妻长期沉浸在某个特定源自中国的宗教组织意识形态，影响了他的观点，也间接影响了我的家庭与亲子关系啊。他意思是他的太太受中国宗教指使，然后造成他受到家庭暴力，是这样子吗？那我就问你，是法轮功吗？可是我看你们跟法轮功混得很开心八炯去美国，大家好，欢迎收看，有没有？Hello， 所以八炯也跟中国宗教混在一起，他长期对你施加特定意识形态吗？又被黄阳明靠北。史书华原配的律师称原配家都是虔诚基督徒，我已经无言以对了。基督教也是中共的中共之前还有所谓的三自教会在打压一般基督教派。大哥，不要这样子搞嘛，那越讲越唬烂，这是翻车再翻车，打脸再打脸，还是你是拜上帝会的，跟洪秀全姓是不是？天王万岁，天父降临！我的天哪，现在是2025年，太平天国已经覆灭多久了？这些人怎么可以那么北
北七啊。太平天国已经覆灭161年了啊！然后他继续自言自语：“紫都瓦是被家暴者，可能没人会信。长期言语暴力，最终让我决定带着孩子逃离努力多元的家。我选择低调处理家庭的问题，不代表所有伤害不存在，也不代表攻击被接受公开评论。个人家的议题占用公众资源，向各位致歉。哪怕家暴为真，你不要出事就不会被讨论的嘛。结果还被青鸟在他自己的tweet上面给干死啊！根据验伤单是2022年1月30的，可是根据法院判决书，前妻是在2021年12月30号发现的。顺序是先发现有出轨，才有妻子家暴。他连时序都错误，验伤时间2022年1月30号，你要练2021年12月30号的出轨，你不是很瞎吗？什么都可以翻车。再来，前妻郭月婷，大家晚安，我是月婷，深深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我是个平凡妈妈，生活简单低调，婚姻中却惊涛骇浪。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信法官给予公正的裁判，期待已久的正义，更谢谢大众的支持。只说维护了自己信众，不惜对我进行污蔑人家都用到信众2字，小姑姑就说你们意识形态的僵尸嘛，你们就看到那个意识形态的令符有没有？去咕咕叫一下，咕咕，狗撒尿一下，咕咕，跳起来，咕咕一下，咕咕，小飞一下，咕咕咕咕咕咕，去攻击我前妻，咕咕咕咕咕咕。这一切是他长期以来每逢被指控就转移焦点的固定行迹哦。关于史先生的声明涉及刑事诽谤责任，我已委请律师进行后续处理。我只想挥别黑暗过去，展开新人生，也希望史先生诚实面对自己，活得坦然。因私事占用媒体版面，感到抱歉，再次谢谢大家。直接又被拷爆，打一棒不打紧，还是拷爆好几次。在2023年，他已经外遇中，选嫌疑人不是选圣人，外遇、性骚、性侵完全是不同程度的罪恶。看到一些性骚、性侵犯在嘴外遇，不禁觉得可悲。不过小头都管不好，怎么管大头？都砸一砸吧，这是史书豪自己写的哦。所以你先把你自己给砸了吧。姑姑开始各种反噬，双标仔，你应该先离婚，而不是搞一堆情况变得更混乱。请问外遇被发现后才被家暴吗？心疼你下半身被治疗，上半身被家暴，辛苦了，真是男人的典范。全台湾男人甩锅能力向你学习啊！语言治疗师有门锁吗？有挂号有帮口的服务吗？拜托一下，我语言也有障碍，帮忙。我的天哪！史书豪，你彻底被嘴爆书华哥原来长期家暴，所以才选择对外连结小三。请问已婚的小三是不是也是家暴受害者，所以在外连结小王呢？如果如此，书华哥真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啊！不是，是先天下之失而失，后天下之滑而滑，又失又滑。还有他等了老半天，终于有小鸟出来帮他讲话了。我比较相信史医师写的那些闲事对他第一眼就不太真实，感觉又是选在史医师阿爸之领先人时间点公布操作手法，有点熟悉的感觉。哇，真的是小青鸟都写在判决书里还不太真实。我比较相信史医师说的那些闲事对话，姑姑不真实，姑姑都是阿爸之，姑姑熟悉的，姑姑操作的手法都是阿哥阿阴谋，姑姑就算是又如何，不选最大，人家萝莉控还不是当国父？小青鸟直接跳针你，本师脑补成这样，是不是晚上还要脑补指牙医上你的床啊？每个都好经典哦，这也能扯中国？干脆说蓝白乱删你预算才会跟你老婆离婚好了。你是小书华是中国宗教帮你取的，是不是？是不是绿营侧翼只要翻车都可以逞中国？中国这2个字真好用啊！我还以为这是加油站呢。敢做不敢当，他把自己老婆打成中共同路人，带总点承认自己错误很难吗？干脆说你的小弟弟是中共同路龟头还比较可惜。我第一次超大型翻车现场，我的天啊，太惨了，好惨烈啊！小树还在凹啊，替自己洗地，同时还不忘往前妻身上泼粪。文章里才说不要公开前妻是保护孩子，接着就把屎往前妻身上泼，到底是保护还是不要保护孩子？你搞得我好乱啊！怎么连个家庭事件要把老婆打成中共同路人？因为这题难解要打大方向啊！我的天，太好笑了！马上有人帮他做图，小头都管不好，怎么管大头？都砸一砸吧！就在小书华快顶不住的时候，就被政客赏酸。法院认证紫都娃出轨小三，2人发生多处性行为跟口腔交流。紫都娃回应称，前妻被中国宗教组织洗脑，原来抗中保台才出轨，下体捍卫台湾，所以原来不当兵是为了让小弟弟当兵吗？原来中国宗教指的是基督教拜上帝会吗？所以把你小弟弟交出来，把你小弟弟交出来！
那前妻出来讲话之后呢，我们是没有看到小舒华继续躁动的。然后这件事情就有2个人出来，第一个是周玉蔻跑去喊加油加油，不要放弃，而且特意全部都在支持他。流氓中医极道、非官工程师、Mr. 科学家、石板民夫也在喊加油啊！各位，最好笑的陈以真的很嘴，那些劈腿私事没什么，干嘛骂罗志强跟汪小菲呢？还是中国人该骂，台湾人就可以轻轻放下？渣男没问题，但渣男还要装深情人设就很武啊！陈以另外补上了一句：忘了躲在衣柜里的往事吗？陈以嘴了之后呢，所有的在大翻车，谁最开心呢？当然是叶元之最开心啊！叶元之嗨爆了。原本三立还在狂做猛做，叶元之你完蛋了。国民党立委叶元之近期深陷罢免风波，今天一早接受广播节目专访，在朝民进党和罢免团体开炮。这个大罢免虽然，然后对北海子都娃作为阿爸之的领衔人，整个年假除夕夜到初三，每天志工都上街头。你除夕夜到小年夜公开的撕裂台湾老百姓，连年假都不甘休，还敢讲那么大声？民进党有办法号召这么多人这样子出来弄，我跟你讲，民进党根本就不会选输，好不好？他是在反酸，那就代表民进党输母港湾嘛？你大投票当然很难赢，动员就可以局部获胜，还自证其罪。那翻车呢？像是年代向前看，还在那边说大罢免来啦，叶元之摆在重要的角落，有没有？结果前脚才在讲，马上又被人家挖出更多闲思的内容。这个女的是桃园的民进党市议员黄琼慧，也是个人妻，你就看她怎么丢。接啦！他不知道我怎么可能跑去接？太难了啦！这个是议员哦，直接射出爆米花，进洞！你看为什么紫都华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好开心啊！接住了！紫苏华的大爆射，这2个都是有夫有妇的哦。所以为什么要通奸除罪化？临去秋波，就在最后的最后，史朱华已经1天多没出来回应了，史朱华就要死透了。ET Today 突然又来了一个王炸，独家办 Omega 名表团控被控侵权，判他要赔50万，这个真的很好笑哦。史朱华当时盗用吴一农的照片，把他自己的头给 P 上去，然后办了一个 Omega 名表团购团，结果史朱华竟然没有任何厂商代言授权。直接大翻车，果然又应验那句话：贴牌牙医紫都娃，他高调举办了瑞士精品160年的 Omega 合作哦，但史书华编造合作名义，擅自使用商标，致消费者产生混淆，而且说事前谈妥了合作，智慧财产商业法没采信史书华的说法。判他侵害 Omega 商标，判原厂50万元胜诉哦，自封为教主，连这种钱也要赚。那这是他当时的推文。这团购我是与 Omega 专柜合作，我用 VVIP 身份帮大家买单，1毛钱没赚哦，算不上商业行为。设计师只是增加趣味，添加1张。之前别人用了宜农的身体图，我的疏失哦，当时还出来道歉，所以又被酸了。街头霸王紫都娃再度翻车 ，Omega 瑞士原厂份额提告，假冒原厂合作团购名义赚取商品刷卡红利，违反商标法与公平交易法，判赔50万，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人从头假到尾，他这个不是罚款，是原厂告他赔偿。然后现在最后的问题是不是要换人啊？知名绿营支持者牙医史书华本周才以罢免叶元之领衔人身份到中选会递交联署书，但现在因为卷入桃色风波，人设崩坏。鸡排妹跳出来说，如果没有非你不可才能完成，知所进退去回应，支持者的温柔包容是最佳的选择。叫他怎样？叫他滚！但据我所知，罢免领衔人一阶段之前可以换，第一阶段审过之后，进入第2阶段你就不能换，除非你撤案。那如果第2阶段你最后都完成了，就最后罢免没过的话，那你下次要提案，你就要进入冷却期。所以我现在怀疑叶元之是海贼王里面的小丑八旗。对不对？这叫什么呢？霸王色运气，太厉害！再来，这索利亚做的被封印的大法兹紫卡不会被对方效果破坏掉，也不需要发动，对手就会莫名其妙自动变得很闲思的人。这真的靠背，被封印的大法兹，天下无敌叶元之。